各位师兄，我们开始讲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昨天也给大家讲过，我们平时经常都在讲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学佛需要有一个目标，需要有一个方向那我们的学佛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只是有问题的时候，就是遇到这个生活上工作上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去烧香拜拜佛这样子就是不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这个学习和修心那这个系统的学习和修心就需要有一个总的这个目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目标呢，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目标，有上等的目标，有中等的目标，有这个下等的目标，有很多种目标但是呢，最好的最理想的就是菩提心那么菩提心简单的说，菩提心是什么呢菩提心的它的终极的目标，也就是不是为了成佛，而是为了利益天下所有的众生利益众生为所有的众生服务等等等等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词很多人都在用但是呢，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想无条件的像这个帮助众生救度众生的是谁？就是菩萨就是大乘菩萨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不一定我们是一个标准的菩萨，但是呢，我们至少我们也就是向菩萨学习至少我们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呢，我们学佛的时候呢，就首先必须要建立这个目标，这个是非常重要了。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呢，然后我们往这个目标奋斗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要发菩提心这个真实的修菩提心呢，我们现在还不是，还要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真实的去修菩提心。但是菩提心我们每次都要去这个发菩提心真正的修还要过一段时间。这个我们把这个四迦心修完了，有了出离心以后再去修真实的去修这个菩提心。那现在我们还不是真实的去修，但是呢也要发菩提心那么我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菩提心。首先我们下决心下定决心我要度一切众生或者是说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解脱就是我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我的目标，这就是我的学佛的目标，我的人生的目标这个是我不仅仅是这一生的目标而且是我的生生世世的目标，这就是我的唯一的目标。除了这个目标以外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目标，比如说我们生活上的目标，工作上的目标我今年赚多少钱我要做什么什么，这都可以有的。但是呢这些都是临时性的这个目标，这都不是长远的目标也更不是这个学佛的这个目标更不是修心的目标，这是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上的目标，这都可以有的，这两个是不矛盾不矛盾。我们大乘佛教不会反对我们世俗人，我们普通的人有这样子的这个目标他不会反对可以有但是呢，需要有一个总的目标。这个目标呢应该是一个超越世俗的一个这样子的目标所有的世俗的目标都是短暂的因为这个世俗的所有的东西它是变化无常这里面没有一个是永恒的，都是变化无常。比如说我们认为比如说我们觉得今年我们觉得
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我一定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觉得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就过2年以后呢，我就觉得不怎么样我不想去追求这个就像过时的东西一样所以世俗的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就需要有一个超越世俗的一个这样子的目标那这个就是菩提心。首先我们就下决心，我要度一切众生我要帮助一切众生。虽然我们现在这种想法不一定很坚定因为我们还没有通过这个修心这是我们自己在大做，或者是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就这样子去想一想而已，我们还没有真实的去修所以呢不一定这种想法不一定很强大，不一定很坚定但是呢就是有一个比较被动的就是早做的意思，就是说不太标准的这样子的菩提心有，那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呢我们首先下决心我要度众生。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度一切众生的能力，但是呢我们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能够帮助人的时候呢，我们去帮助人。目前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的范围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修心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能力呢就是一定会增长的会有进步的。有进步的时候呢，以后我们度众生的这个能力呢也就会越来越强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度一切众生这样子首先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我们要度一切众生我要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什么是帮助呢？当然有很多可以有很多种帮助但是最重的帮助是什么呢？我们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明白这个真相明白真相。比如说一个很多人在做噩梦在梦里面呢，有些人就梦到有人追杀有些人就梦到自然灾害等等梦到这样子的这个噩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想帮助他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把他们叫醒让他们从梦中醒过来还醒这个就是最好最大的帮助其他的帮助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可能的话，我们进入他们的梦里面然后呢帮他们做一些事情这个也可以是也算是帮助他们，但是不是最好的帮助这个解决不了很大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唤醒让他们从梦里醒过来，这样子以后呢，所有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同样的佛教的这个帮助我们这样的这个帮助利度众生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子，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呢明白了以后呢，大家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奋斗，每一个人自己根据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力量就超越这个轮回这样子。这就是佛教度众生的方法就是这样子。首先我们需要这个目标，然后接下来呢那我们要去度众生，那怎么去度呢我必须要成佛，我们成了佛才能够有这个才会有这样子的能力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成佛的话没有成佛之前，我们当然可以去帮助众生，在不同的程度上可以帮助很多的众生但是呢彻底的去帮助众生利益众生，这个就是要成佛，至少要达到一地菩萨的境界至少
最低要达到一地菩萨的境界。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度众生帮助众生那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时候，虽然我们有这样子的心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能够做到的还是不是很多但是这是正常的情况这个也不需要着急。我们很多人呢，就以为我们刚刚学了佛以后，就以为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所有的烦恼都解决，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学了佛以后呢，进入了这个佛门以后呢，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还要走很远的路这个是很正常的，没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学了佛，明天所有问题解决，没有这样子的那这个自利利他这些都需要过程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坚持才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勇气大家都要把这个做好这个思想准备这样子，这叫做发菩提心。简单的说我们要想，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解脱解脱。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首先我自己要成佛我成了佛以后呢，然后我要让众生成佛为了我成佛，所以我今天来听课学习这样的，这就叫做菩提心。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今天的课我们继续讲这个轮回的痛苦轮回的痛苦有佛教讲六道轮回讲六道轮回。那么六道轮回当中，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的就是除了人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动物就是这两个，在佛教里面就叫做旁生人类和旁生这两个我们普通的人也能够看得见这个六道里面呢，两种不同的众生我们能看得见。那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的有一个比如说恶鬼道恶鬼道里面的有一部分的众生，我们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看得到，这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鬼民间所说的鬼绝大多数的鬼就是自己的错觉或者是自己的心理作用不一定真实存在的。但是呢也不排除有这么一种生命的这个存在那这叫做这个我们民间就叫做鬼。实际上它就是六道轮回当中的恶鬼，属于恶鬼道。平时我们讲的这个什么附体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有附体什么，大多数都觉得不是附体是自己的错觉幻觉但是呢实际上也不是没有这样子的事，也有这种众生那这种众生我们民间的很多的鬼很多的神大多数都是属于这个恶鬼道属于恶鬼道。那除了这三个以外呢，其他的天人我们看不见然后废天佛教讲阿修罗我们也看不见，然后地狱我们看不见这些东西我们看不见，我们能够看到的就这一点。但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很多很多的我们看不到，这个根本就没有什么说服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所有的物质全部的物质加起来也不到
整个的这个物质的总数的4%啊。4%，我们看到的地球，还有我们看到的太阳系，我们看到的这个银河系里面这么多的天体，这些我们看到的全部加起来，也不到这个整个物质的4%啊。还有96%我们看不见，但是它们都是存在的啊，都是存在的啊。那我们看不见，这个就能够否定吗？根本就不能否定啊，根本就没办法否定。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表面上，地球的这个表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比如说一个人站在任何一个角度去看，那么我们往前可以看4公里，大概就是4公里，往后也就是4公里，除了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周边的8公里以外的东西我们看不到，因为地球它是球形的，这很远的地方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我们看不到这个看不到，但是呢我们看不到也就是等于就是不等于不存在。然后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的也就这么几十年，我们往前可以看到几十年，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几十年这叫做人的一生最多也就是100来岁100来年。这个除了这个以外这个之前的之后的我们都看不到那我们人就是一方面我们很愚昧，一方面我们很幼稚，一方面我们很自以为是，所以我们永远都是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否定但是呢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的，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没有看到的空间，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时间确实是存在的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六道轮回它是一个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讲地狱的时候我们也会讲讲这个恶鬼的时候，还有讲这个天人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也会解释这个六道轮回当中的大多数的这个世界，比如说地狱的世界，天人的这个世界这世界这些世界这几个世界都是重叠这个并不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这个星球上面就是人的世界，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一个星球是地狱，再另外一个星球是这个天堂，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这个世界是重叠的这个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现在的3维的空间以外还有可以有更多的空间那我们人看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看这个地球，看我们的周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人的世界用我们的感官去找永远都找不到这个地球上里里外外找不到什么天堂还有地狱，我们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因为我们寻找这个世界的工具是我们人类的感官，所以人类的感官就是只能找到人类能够看到的东西，其他的我们看不见然后呢地狱的众生他来看这个世界，他看这个地球的时候呢，他看不到除了特殊的情况以外，他看不到这个人的世界，他看到的是他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呢，用他的感官来寻找这个人间或者是天堂，这样子的话，那永远都找不到，在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天界人间，这些都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他寻找的这个工具，他用的工具是地狱的众生的这个感官，地狱众生的感官就是为了感受他的这种非常糟糕的非常恶劣的这个环境就是为了感受这个环境感受这个世界而设定的。这个设定当然不
不是造物主，当然不是上帝设计的。这个是谁设计的呢？这是自己的耶里设计的。这个总的设计者不是佛教认为这个总的设计是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六道轮回的总的这个设计师不是造物主，不是万能神不是上帝，是谁呢？是自己的耶里自己的耶里。所以地狱众生的这种感官是自己的耶里把它设计成去看感受这么一个地狱的环境的一个这样子的具备这样子的功能，但它不具备感受人间的这个人的世界和天人的这个世界，它没有这个功能这样子。所以六道轮回我们相互之间能够看到的是不是很多的，但是呢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这个理由去否定，这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首先学这个佛教的六道轮回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首先需要这个常识没有这样子的常识的话，我们讲地狱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觉得怎么可能呢？哪有这样子的世界呢？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如果有了这样子疑问，那我们到时候我们去打坐修心呢，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这个疑问不解决的话，这就是变成一种这个思维上的一种障碍所以首先我们要排除这个障碍这个我们还要可以进一步的讲。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六道里面的人类的痛苦。我昨天也也给大家讲过，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我们人类的痛苦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最能够接受的为什么最能够接受？因为我们大家最了解的我们不了解的这些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呢，我们还是放在后面慢慢的去了解。我们首先去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些痛苦，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接受也许当我们了解了人类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已经有了出离心了已经有出离，我们再也不想待在这个轮回当中，我再不愿意我现在的这种身份来这个世界意思就是说我们下意识除非是来就作为一个再来人的身份，也就是说再来人就是菩萨专门来度众生的这种菩萨，一地以上的菩萨都是这样子的，一地以上的菩萨都是这样子，一地以下的菩萨呢他还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他们都不叫再来人一地以上的菩萨都是这样子除非是以这样子的身份否则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不想再来，我们不想再过再重复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生很多人是不愿意那我们人间是我们六道轮回当中最幸福的最快乐的最快乐，我们是六道轮回当中最幸运的最幸运的众生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佛也不是菩萨，但是呢在众生当中呢我们是最幸运的那我们既然是这样子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还是我们不愿意这个人生让我们再重新来一次的话，我们不愿意的话其他众生的这个生活，其他众生的这个是更糟糕的更痛苦的，所以我们要超越一定要超越人类的痛苦。我们大家我建议大家了解一下大家看一看历史看看历史非常非常重要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战争的故事战争的故事。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上发生了多少个战争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多少个战争，世界的历史上发生了多少个战争
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比如说犹太人啊，他的历史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他们的历史，犹太民族的历史去了解一下啊，还有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非洲啊黑人的这个奴隶啊黑奴的这个历史，长达400年西方人把这个非洲的人把他们当作奴隶就像动物一样的对待，这个历史长达400年，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过程。我希望你们去了解一下这方面有好几本书是可以推荐的大家我想你们应该知道的，网上去搜索或者是去买这些书了解一下这个400年当中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人的欲望没有得不到控制的时候，或者是人的这种愚昧到达了这个极点的时候，人是多么的疯狂人多么的疯狂，这个疯狂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有历史的证据，大家去了解一下那这样子的历史的悲剧是过去，但是也不能排除未来重演这样子的悲剧。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否定就是这个未来的这个悲剧当中的一个角色我们有可能要去扮演一个角色。那这样子的这个可能也是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所以我想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想什么地狱恶鬼这都不需要去想再想一想非洲索马里这些地方的这些干旱地区的这些人我们可以看很多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他们拍的这些纪录片，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他们拍了很多这些非洲这些部落人的这个战争还有就是饥荒等等的纪录片，真实的东西希望大家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大家都是基本上是了解的，比较清楚的。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照片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没有这些记者，没有他们的镜头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相信到今天还有这个地球上还有这样子的人还有这么多的这个饥饿的人瘟疫还有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自然灾害得不到吃不到饭这个没有人这个医疗虽然是有很多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个爱心人士的帮助，但是呢很多地方还是帮不上的那这些如果没有这些记者的镜头没有这些纪录片，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相信希望大家了解一下那我们这一生我们是很幸运不是这种人，但是呢我们也没办法保证下一世还不是下一世还是不是这种人，这个我们没办法保证所以呢如果万一我们下一世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地方这种非洲饥饿瘟疫当中的这些小孩看看这些小孩的图片看看然后呢再看看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争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个战争这些过程的细节大家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些非洲的这些细节也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根本不需要，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思考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不需要的，这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资料，我们用这些资料让我们完全可以升起这个出离心，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也就是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身边或者是稍微比较远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就是通过我们现代的这个科技也就是像我们自己的身边发生了一样的清楚那这些多了解
我们的这个最愚昧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永远都是不去看这些事情。虽然是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但是我们也不去进一步的去关注和了解为什么呢？我们认为因为这个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要去关注这个呢？有些时候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这些照片还有这些纪录片看了以后呢，心里就很难受就有些人觉得这个因为心里难受，所以我不想看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当下的这种感受，我们特别的在乎当下的这种感受比如说某一件事情当下让我开心让我这个轻松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不管它的后果，不管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就很欢迎如果有些事情当下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不愉快的心情难受这样子的话，那虽然它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结果，但我们根本就不去在乎它的这个结果，我们特别的重视当下的这个感受特别的在乎当下的感受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还是要看一下也许就是有些时候就看不下去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坚持一下就是忍一忍把它看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了解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个是轮回或者是我们人类痛苦当中的冰山一角这个还有太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当中，然后我们很多的情况我们看不见尤其是比较偏远地方发生的很多的事情虽然是今天的这个网络信息爆发时代，但是呢还是不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专门的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对我们了解这个轮回了解这个人类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可以作为我们的修行的资料我们的修行资料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大圆满的前行这是我们的修行的引导文但是这个书很死板的它讲的很多都是以前的事情甚至是就是发生在几千年前的一些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它有一个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分析或者是它描述我们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它描述了一些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这本书。但是呢更好的在这本书上我们了解了这个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思维这个思维的模式我们通过这本书了解了以后呢，然后这本书里面讲的都是一个框架就是一个框架性的，那这个框架里面呢我们自己去发挥这个，我们自己去可以想很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刚才讲的非洲的中东的还有就是人类历史上的这些故事都是曾经正式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去了解一下都了解一下，希望大家去看一看这些纪录片。那看完了以后呢我们怎么修行呢？光是看一下是没有用的看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战争的纪录片或者是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非洲干旱地区的这个纪录片看完了以后呢就我们把这个电视机关上然后开始打坐然后呢就去思考观想，
如果我今天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些人当中的一员一个我是那个人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会是什么样子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观想为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纪录片里面的这些人物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强烈的感受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受这个非常有用的那这个我们看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强烈的这个感受，它有好几个结果它给我们带来好几个结果，其中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忏悔为什么我们看了一个纪录片怎么能够给我们带来忏悔呢？比如说我们看了战争的，或者是看了这个自然灾害等等的这些纪录片以后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些人为什么就面临这样子的事情他们为什么生活在这么一个糟糕的这个环境当中，而我不是我不在我不是，这是为什么呢那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是不是愿意出生在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当然不是那是不是有其他，比如说是一个偶然的是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们生到这样子的地方，然后让他们呢生到一个这样子比较恶劣的环境？那也不是，这个当中绝对会有一个因缘绝对会有因缘，不可能是无因无缘的那这个最终这个因缘到底是什么呢佛教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下一个这个私家性的下一个私家性里面呢，我们讲这个因果不虚那这因果不虚里面讲这个善恶因果每一个比如说善或者是恶它有4种不同，比如说一个善或者一个恶，它有4个不同的4个不同的结果。那么其中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个环境人投身到什么样的这个环境或者是人生活在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大部分都是以我们的过去的业力决定我们过去的业力决定，所以他们为什么面临这样子的战争为什么面临这样子的这个遭遇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犹太人，还有就是这个非洲的这个黑人的奴隶他们为什么遭遇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呢当然它有很多很多的客观的因素，都有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过去他们自己也有这样子面临这样子痛苦的因他们自己也有，如果他们没有造这样子的业他也不会无因无缘的就面对这些痛苦的面临这些痛苦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都有的我们的想法是非常的简单我们人就是科技已经发达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是非常非常发达，但是呢我们不了解的这个东西呢还是很多很多那科技没有发达，然后我们没有去学佛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人对这个大自然的了解，人对我们自己的人体的了解，人对我们的生命的了解就是非常非常的渺小非常的狭窄这样子虽然是科技很发达，但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仍然还是很多的还是很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很多很多的战争很多很多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
这个想法，就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种解释是比较片面的是一个片面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它有很多的因缘这些因缘都是错综复杂的，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呢，这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呢，是他们自己的业力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刚才看了一部这个纪录片，那现在我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呢，然后他们为什么面临这样子，而我没有面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就造了这样子的业那么反过来再说，我现在没有承受这样子的这个业力的果报但是呢，这个也并不代表我这个内心当中没有这样子的因呢。说不定我们再过100年，再过200年，或者是一段时间以后呢，说不定我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的一个恶的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呢，说不定我也投身到这个地方说不定我也感受同样的这个遭遇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我要赶快忏悔我要赶快忏悔。如果我不忏悔的话，那我也许很有可能我的阿赖耶识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罪的种子那我要赶紧去忏悔不要它发挥，不要让它成熟我就是当它是一个种子的时候，就把它灭掉把它铲除不要让它这个成熟，不要让它成熟这时候呢，我们会懂得忏悔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呢，然后我们会有慈悲心慈悲心，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么多的人就是遭遇了这么多的这个痛苦他们感受到这么严重的痛苦，我们亲眼看到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也会希望这些众生就是远离这些痛苦那这个就叫做这个慈悲心呢。那我们会也有这个慈悲心，看了纪录片以后有慈悲心悲心也就可以有悲心。然后第三个有这个回向回向，因为我们希望他们离苦得乐。那我们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到非洲，我们没有办法到中东去去把这些他们不愉快的这些原因我们把全部解决，这个我们谁有这个能力？没有那我们目前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行善至少我们当下能够做到的，我们行善然后就给他们回向这是第三个我们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它的第三个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让我们懂得回向这是第三第四就是发菩提心了，最后就是发菩提心然后我们第四个就是发菩提心那就这些众生这么痛苦，那我应该去采取措施我要去这个消除这个他们的痛苦当下是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要去学佛，我要去修心我一定要帮助他们，我要成佛，所以我要去修心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需要的这个结果，就是出离心出离心。我们看到轮回这么的这个痛苦我们看到
这个纪录片也许是一个根本没有信仰的人拍的啊，也许是一个基督教徒啊、伊斯兰教徒等等啊，是一个另外有其他信仰的人拍的。那但是不管是谁拍的，这个里面的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面啊，都是真实的啊，都是真实的。那么这就是反映了这个轮回啊，就是这么的苦啊，轮回就这么苦啊。那是我们现在啊，我们可以看电影一样的去看，我不需要参与啊，但是呢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也许我也会卷到这个里面啊，都有可能的啊。所以呢，我现在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要赶紧超越这个轮回啊，超越这个轮回，这个轮回啊，这个人类历史当中呢，就是发生了无数的这些悲剧，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些悲剧啊，以后也会有的啊，以后也是一样的，以后也会有的啊，只要有人就有战争啊，只要有我们普通的人，有凡夫人，我们去造业，造了业就有这个果报，永远都会有的啊。那我们如果不愿意参与这样子的这个战争啊，或者是这些痛苦啊，我们不想当其中的一个的话，那我们当下现在就要采取措施啊。不愿意当是没有用的，他们也都不愿意，谁愿意啊？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面对这样子的这个痛苦。但是呢，有了这样子的业啊，那就是没办法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第五个就是我们需要的就是出离心，也就是我们降这个轮回的痛苦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啊，就是这个出离心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轮回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觉得这个轮回当中我们有些时候呢也可以感觉到暂时的这个幸福呀、快乐呀也有的这个我们不能否定有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两个痛苦和快乐这两个比较这样子的话，那大多数的这个人类的历史事件这些都是大多数的都是战争然后就是自然灾害等等就是总而言之，大多数都是痛苦。虽然有幸福，但是呢，能够感受到幸福的人就是很少一部分人然后呢，这些人感受到这个幸福，也不是从诞生到死亡，也就是这么几十年当中的中间的一小段，其他的时间呢，这些人也经历了无数的痛苦现在就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幸福，但是呢，他们的未来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的所以呢，我们轮回当中虽然是有这个幸福快乐但是呢，佛平时释迦牟尼佛就不会把这个轮回当中的幸福和快乐放大来给我们讲这是佛不否定，佛告诉我们有这样子但是呢，佛就告诉我们这个多数都是痛苦然后我们了解了以后呢这个痛苦了解以后呢，虽然我们刚才讲，虽然是当时我们心情比较沉重虽然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沉重的背后呢，它给我们带来五个我刚刚讲的五个这个作用五个作用，五个结果，五个结果都是正面的都是正面的，都是正能量都是正面的没有一个是负面的。然后有些暂时让我们觉得很快乐、很愉快、很开心的这样子的这些东西呢，然后它给我们带来的也许有5个、6个、7个、8个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些结果呢很多结果都是负面的都是负面的，所以我们不要太看重当下的这个感受，当下的感受我们大家都是凡夫，我们不可能不在乎，我们会在乎，但是呢，有些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忍受一下，还是要牺牲一下当下的好的心情啊等等因为这个后面呢就有一些好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去接受治疗那这个治疗的过程不是什么很幸福很快乐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样子我才能够健康，所以我们去接受这个治疗。同样的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就了解了这些痛苦学习思维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心情比较沉重等等会有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结果为了它的这个结果正面的结果，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稍微要牺牲一点这个很正常的轮回的痛苦这样子去思考，可以看纪录片可以看历史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修行，这些都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修行的资料这些是人的这个痛苦，人类痛苦。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讲下面的几个我们昨天讲了这个人类的8个最基本的痛苦当中，我们昨天讲了4个，就是生老病死，就这4个那剩下来的这个4个呢我们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最好的就是我们在人世间发生的这些资料我们作为修行的材料，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更有帮助因为地狱恶鬼这些讲得很多然后呢看起来他们的这个环境，他们的各方面的这个遭遇是我们人类的再大的痛苦都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呢我们总觉得这个离我们比较远所以思维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也许这个就感觉没有有可能没有太大感觉但是人间发生的这些事情呢都是离我们很近的，所以呢也许这个感觉比较深希望大家看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些细节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纪录片里面的这些细节是必须要看的看这些纪录片这个很多人是看不下去的看了1次2次以后就再没有勇气去看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就是我们为了我们的修行的需要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下，多看一看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人类的这个8个基本的痛苦当中的这个第5个是什么呢？叫做怨憎会痛苦。怨憎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会就是我们遇到怨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甚至是敌人这样子的人，我们平时大家都不想遇到这样子的人不想遇到敌人仇人等等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敌人或者是仇人这个有这样子的人毕竟是少数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不会有什么真实意义上的敌人或者仇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喜欢的人不想遇到的，不想看到的这样子的人，比较讨厌的老板，比较讨厌的员工讨厌的同事，讨厌的同学，或者是讨厌的家庭的成员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那么这些人平时我们不想看到，不想遇到但是呢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要面对不想
见的人也要见不想面对的人也要去面对等等这个都不需要说了，大家都想想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么自己的生活当中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肯定是有的然后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事肯定会有的我们不想面对的事，我们希望这个不要发生就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这样子的事情。那当然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但是呢我们不愿意面对不希望发生的这样子的这些事情就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经常都发生，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都发生，然后发生了以后呢，他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痛苦、不开心不顺利等等然后当没有发生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害怕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担忧我们今天现代人来说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担忧就是焦虑焦虑就是为了未来的一些事情，我们害怕未来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我老了以后呢，会不会没有人照顾我呀我老了以后呢，会不会生病的时候就没有人照顾我，到时候会不会很残忍等等就是对未来的这些担忧对未来的担忧焦虑那这个就是很严重了就是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呢，有这种病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担忧焦虑，最后就是抑郁，最后就是抑郁症这个非常非常的多这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第5个痛苦我们就害怕我未来会不会遇到什么我不希望遇到的人或者是我将来会不会在我的工作在我的生活当中发生我不希望发生的事人和事这些没有遇到的时候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害怕担忧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然后遇到了以后呢，然后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真实的这个痛苦没有遇到的时候呢，它还没有发生它没有直接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是呢，我担忧我担心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就自己把自己最后就弄成这个抑郁症那这种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现在越来越严重，我们很多人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生活方面工作方面很多很多方面都没有安全感然后没有安全感了以后呢，然后当我们的大脑稍微有一点点时间稍微要空闲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把这些所有对未来的这些焦虑，所有对未来的这些担忧全部就出现了就是除非是我们的心或者是我们的大脑专心的去做某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他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就是他要专注去做一件事情除了这个时间以外稍微有一点点静下来的时候空闲的时候，然后就是对这些未来的这些焦虑，各种各样的焦虑全部都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然后特别的不开心特别的这个痛苦那这个就叫做这个怨憎会怨就是抱怨憎就是这个仇恨嗔恨生气就是我们讨厌的人讨厌的事就是让我们产生这个怨恨这样子的事和这样子的人叫做这个怨憎会就是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真是遇到
或者是还没有遇到的时候，我们担心啊，或者是害怕遇到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这就是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痛苦啊。古代的时候呢，这个痛苦当然是有啊，就是人类的基本的痛苦是任何时候都有，但是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么的明显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啊？为什么这么多呢？为什么这个抑郁症焦虑症等等这些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呢？越来越严重，为什么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它给我们提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我们的医疗、通讯、交通各方面都跟过去方便那为什么我们担心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越方便，越拥有的越多，然后我们需要的就是越多，因为我们的这个欲望它永远都不会停下来的它得到了这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下一个它的胃口就更大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拥有的越多的时候呢，我们想得到的就也越多想得到的越多，然后我们害怕我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要担忧的也就太多了担忧的焦虑的也就特别特别的多。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变化很大这样子以后呢也就我们身边的很多就是人或者是事这些当中呢，也有很多让我们没有安全感的这样子的这个事情也特别的多这也就是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变得更加的焦虑，更加的担心，是很正常的是很正常。所以佛教就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这个痛苦就列为人类最基本的8个痛苦之一8个痛苦之一。今天我们看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确实是很大问题。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焦虑对于未来的焦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这个担忧未来的担忧会不会生病呢？那生病的时候我会不会没有钱呢？那生病的时候我会不会没有人照顾呀？还有我未来我这个老的时候呢，会不会没有人照顾那等等就是这些太多，这就是人类的基本的痛苦，这是一个痛苦那我们大做修行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修呢？我们去思考去看人类的这些痛苦，我们要去了解，要深入的去了解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我们人的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这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那幸福有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幸福在哪里痛苦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已经很多了。那幸福是什么？我们这样子去思考的时候呢，那幸福确实是不多。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这些幸福它来自于什么这样子的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当中呢肯定有更多的可以思考的这个东西对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启发这些都要去思考我们了解这个人类的痛苦静下来大坐的时候我们怎么修这第5个这个痛苦呢？不是让我们自己要有这个痛苦，不是让我们去感受这个痛苦，而是让我们去了解这个痛苦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我们的身边发生的这些这个抑郁症的人
抑郁症的人，抑郁症基本上都是因为就是这个原因他抑郁症的他的这个早期就是担忧，他就是担忧未来，他不是担忧过去他就是担忧未来的某一件事情焦虑担忧了以后呢，然后慢慢的就焦虑焦虑再控制不下来，最后就是变成了这个抑郁症那我们首先要去了解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个这样子的人还有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再放远一点就是全球的范围，或者是这个全中国范围我们在新闻里面我们听到的我们看到的有多少这些先了解完了以后呢具体的这个修行还是要我们要把自己当作这些人比如说我把我自己观想为这个有抑郁症的人有抑郁症或者是有这个焦虑，有这个严重的焦虑和这个担忧这种人。那么这种人呢，他住的房子再好，住别墅住高档的这个公寓楼但是这个公寓楼也好，别墅也好，给他没有带来任何的这个幸福感，因为他这个内心当中有太多的这个焦虑住在这个别墅海滨别墅里面的不开心的人特别多，这个我们今天大家都是非常了解的，我们越来越了解了越来越知道就去思考然后呢，我们把自己观想为一个这样子的有严重的抑郁症有严重的这个焦虑担忧这样子的人，我们把自己观想为这样子的人那会是什么样子抑郁，然后就是失眠不想见人，天天把自己关在里面这样子最后如果这个抑郁症搞不好的话就是会就夺走一个人的性命都有可能的如果我自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会怎么样去感受一下这些人的痛苦，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会有感觉的任何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把它当一回事如果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基本上不当一回事那就当做一个新闻来看一看就完了，我们也不会去关注但是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发生的事情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们也非常的关注所以呢我们要观想把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样子才会有感觉然后深深的体会到这些人的痛苦这样子的时候呢当时也许这个心情比较沉重，但是呢这个沉重的背后呢，我刚才讲的这个5个结果都有的我们懂得忏悔然后就是懂得对这些人的慈悲心然后懂得对给这些人的这个回向然后就是有这个菩提心，最后有出离心这些都会有的这样子去思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找很多的资料那这里面讲的不是很多讲的很多也就是我们的一些以前的一些生活的方式来描述也许有些是我们的现在人已经不是这样子的方式生活，所以他讲的有些东西呢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子，但是呢他讲的这些主要的一些
核心的部分呢，永远都是我们永远都有这种问题啊，永远都要面对这种痛苦，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这本书，然后呢，思维的模式就是这样子啊。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去了解，不去关注啊，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痛苦啊，虽然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啊，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呢，这个过了以后呢，啊，我们根本就不去关心啊，不去关注啊，不关注，过了以后就不关注啊。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安慰人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会说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会经常这样子，但是过去了没有用啊。如果我们在这个痛苦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学到一个有效的解决的方法的话，这个痛苦过去了，那下一个痛苦还是会来的呀。所以这个痛苦过去了没有用的等着它过去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它过去也好，还没有过去也好，我们当它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这个痛苦当中学会一个解决痛苦的方法解决痛苦的方法。这个就是佛教这名字叫做痛苦转为道用把这个痛苦转化为修道的道就是转化为道用，并不是我们等着它过去并不是等着它过去，我们就是把它转为道用痛苦转为道用的方法，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这是第5个，然后接下来就是第6个第6个痛苦是叫做爱别离苦苦就是痛苦。爱别离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我们讲了，有些人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不想见的但是有些人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们的父母呀，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呀，儿女呀等等这是我们很喜欢的很爱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我们就是不想离别这些人不想离别。那不想离别也有就是刚才讲的有2种问题一个是什么呢？还没有离开的时候我们担心失去这些人我们担心失去这些人未来这些人会失去的，实际上我们会失去这些人，总有一天我们会失去这些人那我们现在就是很害怕失去这些人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忧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焦虑我们害怕失去父母，害怕失去儿女，害怕失去亲人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担忧这是还没有失去的时候。然后这个担忧呢，也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担忧，然后焦虑然后搞不好的话，也就是抑郁症。还有一个呢，有一天真正的这个发生了这个事情真正的失去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这个很痛苦的然后就很痛苦的，比如说父母去世了儿女去世或者是离婚或者是分手等等，这些很多很多，反正我们对某一个人执着那执着的话，那这个人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最终给我们带来痛苦，绝对是这样子绝对是这样子除非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我自己走了那就是不会痛苦的没有人痛苦了已经走了。否则的话我越是执着的越是喜欢的，越是爱的，越是在乎的人那就是没有一个是永远都不失去的有一天会失去的那失去的时候呢，我越在乎的人失去了这个痛苦就越厉害对我们的打击就越严重所以没有发生的时候害怕失去又是一个痛苦，失去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呢有更加的这个痛苦这些他们会给我们带来痛苦我们讨厌的人他也给我们带来痛苦我们喜欢的人他同样也给我们带来痛苦。只要我自己的这个内心我们的这个内心很脆弱，没有任何的训练不强大，这样子的时候呢，不管是讨厌的也好，喜欢的人都给我们带来太多的这个痛苦我们通过这个佛教的训练的方法去学习去修心，当我们自己的内心强大了以后呢，那不管是喜欢的人也好讨厌的人也好，他们都不会给我们带来痛苦都不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所以就是现在呢，我们的心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虽然我们学了很多我们很多人的学历有可能是很高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内心当中虽然是有很多储存了很多的知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内心其实是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训练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训练所以它根本就不够强大，它特别的这个脆弱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希望所有的东西都用物质来解决都有物质来解决，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希望就寄托在这个身外的这些东西金钱、权利等等就是这些物质上面。然后呢，物质呢，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很多问题它本来就是解决不了的那这样子以后呢，它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除了这个物质以外，我们没有去想其他的解决的方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去面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面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这个现实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它经不起任何的压力这样子或者痛苦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接受一个内心的训练这是一个训练那这种训练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强大到时候有了这样子的强大的内心，然后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面对任何一个外在的这些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左右我们的心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要达到我们的这个内心要训练到这种地步这就叫做这个修心这样子。这是这个第6个痛苦，这个我就不需要说了，大家很清楚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已经经历过很多这个爱离别的这个痛苦或者是我们还没有经历的话，那我们也经历过很多这种担忧和焦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的生活上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这些痛苦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讲太多的就是我昨天也讲过了，有些人说我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书里面讲的这些修法我就很快几分钟就修完了，5分钟就修完了，然后呢就不知道接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去修这个就是这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是很死板，我们只知道这个里面的几个文字而已实际上它的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除了这个书里面讲的以外，我们把这书里面的这个内容可以延伸到很多我们的生活的细节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现在知道了，其实这个里面的每一句话里面都有很多说不完的内容，而且这些说不完的内容，这些都不是讲故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所发生的所经历的事情那我们可以
去思考。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充分的理解这个轮回它的本质，它的性质，轮回到底是一个幸福的还是一个痛苦的这样子去了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想我要超越这个轮回我再这样子待下去的话，那就是没有意义更加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还是比较幸运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呢，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就投身到战争出生的时候就是遇到战争出生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就是这个瘟疫饥荒等等，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怎么办下一世会不会投身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会不会投身到这些地方都说不清楚这样子呢，我们确实是没有安全感，所以呢赶紧要这个轮回当中超越下一次我回来的时候呢不但是不这些事情，不但是不害怕这些事情，而且我再回来的时候呢，我可以帮助这种痛苦里面的人就是正在经历这种痛苦的人有这样子的话，那我再回来是有意义的我想其实我们不了解这个轮回，我们平时因为我们的教育当中我们从小接受的这些教育当中呢他不会这么深层次的去了解人生的这些很多事情，尤其是这些负面的这些我们都忽略很多都是故意的不讲这些负面的东西但是负面的东西不讲就不发生吗不是，负面的东西不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负面的这些情况这些事情我们要面对的，始终要面对那面对的时候呢，我们的教育根本就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面对的方法那面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方法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手忙脚乱很痛苦，所以佛就是把这些这个生活当中人生当中的这些负面的这些东西全部挖出来给我们看那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让我们希望我们有危机感在这个轮回当中有危机感有了危机感，然后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人，就是有这个思考的能力我们有了危机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去寻找解决的这个方法会去寻找解决的方法，然后寻找解决的方法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引导正确就像佛法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教育引导的话，那我们一定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能够突破这样子这些人生当中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不讲逃避永远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不讲就不发生吗？逃避能逃避得了吗？根本不是我们很多人还是相反的认为佛教是这个逃避现实，其实我们自己本来就是逃避现实，佛教才是面对现实，让我们面对生老病死生活当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一定要了解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挖出来看清楚看清楚了以后呢，必须要去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法，这就是更好的面对的方法佛教教我们去寻找面对的方法，这个特别重要，这些都不能忽略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忽略了，这些负面的东西故意不讲的话那我们到时候很残忍的，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面对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是很无奈的所以我们之前就要了解了解好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去超越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啊，这是第六。然后呢，第七就是讲不逾令啊，不逾令就是说我们不逾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啊，不喜欢的东西讲令啊，讲令就是说不喜欢的东西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出现的啊，不喜欢的东西特别的这个啊多，主要是指的是事。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主要是人啊，那这地方主要是事情啊，我们不愿意啊面对的这些事情啊，很多人为的痛苦、自然的灾害，还有很多这些方面啊。那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啊，那这个就不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的讲啊，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不希望啊出现的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多啊，包括这个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这些痛苦都是我们不喜欢的啊，都是我们不喜欢的，包括这个生老病死啊等等。除了生老病死以外啊，还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这个事情，我们不希望啊出现的、发生的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喜欢的、不希望出生的这些，但是发生的这些事情呢，都会发生的。那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啊？这是不能不面对，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啊，没办法逃避。我们希望不发生，但是呢，这个我们不希望就是一个主观啊，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啊。那客观上这些事情呢，我们不希望出生，它就不出生吗？不可能的，它还是仍然就是会发生。那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要首先去了解啊，了解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想发财想发财去这个做生意啊，最后呢不但是没有发财，而且公司倒闭啊，然后我们希望发财去炒股啊，然后呢不但是没有发财，而且然后呢，最后把过去的钱全部都要赔这个这种情况我们大家都是就是去年今年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大家很多人都面临过的类似的这样子的事情都是我们不喜欢的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等等还有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那这些事情大家去回顾一下，比如说就是近2年的这个生活当中有多少是我不喜欢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有多少是我不喜欢遇到的人遇见了有多少是我不希望离开的人离开了然后等等这样子去思考这样思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这个我这个前面还不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第七，就是求不得求不得的苦这我们刚才讲的是第8，求不得就是我们就是希望成功但是就成功不了。我们很多人特别的喜欢成功这2个字那我们现在的这种成功这2个字的这个解读是什么呢？就是有钱我们希望有钱，但是呢我们就是发不了财等等就是就太多的这些欲望我们的欲望特别的多这个求不得这个苦呢，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最大的苦求不得。为什么？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的生活的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这个生活的水平提高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还要提高我们的欲望告诉我还要提高提高了以后呢又要提高
它就是一辈子啊，它就让我提高这个生活的水平啊，无限制的去提高啊，这是我们的欲望。就是如果我们让欲望来控制我的话，那就是我永远都解决不了这个求不得啊这个苦啊。我们要去控制欲望，不要欲望来控制我们啊。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去控制欲望的话啊，那就是我们可以该有的我们可以有，但是呢这个欲望它是无限的膨胀。其实从欲望的角度来讲，没有一个是不需要的，都是需要的啊。但是呢，实际的这个需要呢，没有那么的多。我们的肉体不需要那么的多，我们的真实的生活就不需要这么多的东西啊。但是欲望呢，它不间断的告诉我就是需要这个很多的这个物质就是包括房子、车子存款等等，欲望一定会告诉我我要超越这个所有的人那这个可能吗？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比如说我可以就超越比如说我们一个单位的一个小的部门有10个、20、30个人那我平民的话也许可以超过这些人但是呢我超过所有这个单位里面更多的人，或者是更多的社会上的一个城市的人，有可能吗？根本就没有可能的还有我有可能超越这些全球的这些首富这永远的几辈子都是没有可能所以呢，但是欲望它一定告诉我，如果我有一天有机会的话，它也会告诉我一定要超越他们这样子以后呢实际上我们的能力不够，我们的欲望它根本就不切合实际，它根本就不考虑我本身有多大的能力它根本就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它无限的膨胀，然后呢我们实际的这个能力根本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距离然后达不到的时候呢，然后就产生痛苦。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如果没有这个欲望的话，这个欲望没有产生的时候呢我对我自己的房子、车子，我对我这个生活的所有的这些拥有的东西，我很满足，很满意因为有这样子的满意，这个生活也给我带来了这个幸福快乐，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有一天我看到了某一个人的车子比我的好，或者某一个人的房子比我的好，然后就欲望出来了以后呢，我就去追就追比他们好的东西然后没有得到的时候呢我原来的这些车子、房子这些东西本来没有这个欲望的时候，它可以给我带来幸福感，那么现在呢它根本就不能给我带来幸福感。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给我带来满足，我已经不满足了，不满意了。那不满意的话就是根本没办法这个带来幸福感所以这样子如果有欲望的话，那确实是没有办法幸福欲望无限的膨胀的欲望，或者是我们离欲望不跟欲望走然后呢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这个生活，这两个是两种不同的选择我们只能就选一个。如果跟着欲望走，可以拼命的去追求但是呢幸福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如果我们就是过一个适合我自己的这个生活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可以有很多时候都是有这个幸福感，但是呢必须要控制欲望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路只能就选一条这样子。所以
有了这个欲望，就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现代的人就不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刺激我们的这个欲望刺激我们的欲望。很多很多的商家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各种各样的广告来刺激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欲望有了欲望以后呢，他可以买更多的这个产品就是这样子以后呢，那我们的欲望在这样子的年代、这样子的这个社会当中控制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因为太多的外来的东西都在刺激它因为这些外来的这些力量是特别有办法的，特别聪明的一些方法它非常成功的把我的这个欲望刺激激活的时候呢，如果我没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我根本就控制不下来它就是像一个疯狂的这个猛兽一样我根本就没办法控制。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要控制下来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不容易的话，那就是我们跟着他走，他要的东西太多，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他永远都没办法满足他。那到死为止都是这样子，死的时候，走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呢，他还是没有满足他还是对这个社会、对家庭对这个亲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抱怨、仇恨不满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会走的。所以呢，他走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满足还是没有满足。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他没办法满足，那就是求不得的这个苦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诞生了这个我们现代人的感觉，我觉得很深的这个感觉很深的。这是第七第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降临不愉快的这些事情不希望有的这些事情，这个我们的工作上生活上都太多什么是我们不希望、不欢迎的事情，什么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大家去自己去想就知道了。这个书里面也讲了一些，但是呢，更多的不在我们这本书里面，更多的就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更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如果这本书讲的都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不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这本书讲的内容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那这个书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那它里面讲的虽然不多，但是呢，它把概括性的我们的人类的痛苦都讲完了，就是主要是8个最基本的这个痛苦。这个最基本的8个痛苦，不管是有这个多大的权利不管是有多少钱所有的人都会有的这8个痛苦那么这个8个痛苦我们详细的去了解，我们把生活的我们的生活工作全部用这个8个痛苦去看生活当中这个8个痛苦的部分我们全部分开那剩下来的应该是幸福，那剩下来的有多少呢剩下来的是多少呢？幸福是多少所以这样子看，我们就发现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生活只要我自己努力拼命我应该是遇到这个幸福，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理想，我们所有人的想法但是呢，有些人呢一辈子也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欲望和追求当中度过了，其实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发生什么他想要的东西他认为会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一辈子都没有发生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子，尤其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欲望不控制、求不得的这个痛苦永远都会在那这样子呢，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人生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生活，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它到底是幸福还是痛苦
如果是痛苦啊，如果我们的结论是痛苦啊，结论是痛苦，那么六道轮回当中最幸福的、最有意义的啊，人间人的生活都是这样子的话，那其他的更糟糕啊，其他的是更糟糕啊。我们这一辈子就是过去的福报啊，拥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这个生活。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幸福的话啊，那其他如果万一我们投身到这个恶鬼当中，投身到这个旁生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会怎么办啊？那我们需不需要超越这个轮回啊？超越这个就很重要了啊！最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5个结论都有，每一个上面我们必须要得到5个结论。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修私家心的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呢这5个结论都需要，但是其中最关键，我们的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想处理我们想超越这个轮回，超越这个轮回，超越的意思大家不要理解错了。我们的解脱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从这里移民到其他某一个国家一样，不要理解为这样子我们人还是在这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内心已经超越了已经没有这些痛苦了人还是在这个地方那这样子是非常好的。我人在这里那么这个我身边就有很多很多有痛苦的人，这样子我就可以帮助他们比如说我们假如某一个地方是很多人都是很痛苦的那我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像极乐世界一样很幸福的那这样子的话，我移民到这个地方，我是可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是需要我的帮助那这样子我不就是我不能度众生了吗所以这个菩萨他要超越轮回，这个是华严经讲得很清楚的，要超越轮回，但是呢他不会脱离轮回的，他永远都在这个轮回当中。为什么呢？需要帮助的人都在这里那需要帮助的人都在这里，那他不在这个地方，他在另某一个很远的地方遥控操作这个就是不是很现实的。所以呢解脱的意思呢，我们并不是我们移民到什么地方，我们人还是在这里但是呢，我们的生老病死跟我们过去就不一样，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内心当中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可以消灭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个痛苦，不但是可以消灭我的痛苦，然后呢我也可以把这个分享给更多的人，也可以消灭他们的痛苦这就叫做自利利他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这个整个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呢，首先大家去思考一下，了解一下实实在在的这些痛苦然后呢最关键的呢就是要静下来，我们把自己观想为就是这些正在接受这个痛苦的这些人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痛苦那我们也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就把自己观想为就是在这个战争的当中的这些人还有就是这个瘟疫这个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这些受苦的这些人，我把自己观想为这些人，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就感觉就比较深刻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虽然是就尽最大的努力去想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感觉会有的我们就是把自己观想为什么地狱的众生什么恶鬼的众生其实没有任何的感觉会有这样子的会有这样子，但是这个没问题的，这是我们的人的心理人的内心，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世界。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就是在这个
就是比如说一个湖里面呢扔下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石头啊，它也就有波，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波一样。有些时候呢，一个很小很小的某一种感受对我们的内心的这个影响特别特别的大啊，特别大。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把一个石头扔在这个地板上它没有这样子的波，至少没有我们看到的这样子的波同样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再去观想，再去思考，但是根本就影响不了我的这个心根本就没有什么慈悲心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些人就觉得太失望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希望但是不是这样，这个很正常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理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变化那这个如果遇到一些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如果我们大周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的反应不是这些正面的这些反应不是很强大，但是没关系的，不可能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只要我们有耐心就会没问题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就讲完了这个，基本上就讲完了这个人类的这个痛苦昨天和今天这2天然后我们明天就开始讲其他的轮回的痛苦希望大家要去这个思考要修心这些我们今天讲的昨天讲的我们现在看出来了，我们讲的都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工作当中这个产生的事实都是事实我们没有讲就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要怎么样，我们没有讲故事我们没有讲神话故事，我们讲的都是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刚才讲的从昨天到今天我们讲了8个痛苦，哪一个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都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要我们知道怎么去思考的话，那思考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很多是可以被用来作为这个修行的资料的希望大家要努力这一生呢，我们不管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都不重要，从学佛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非常幸运的这样子的机会只有现在才有那这个不是每一世都有也不一定这一辈子也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有，只要我们现在这样子健康的时候比较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具备的时候呢，才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这种机会什么时候失去也是不好说任何一个机会存在的时候拥有的时候大家要珍惜。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提问题，请大家提问题，欢迎大家提问题。迪丽上师，有一个网上的问题，请问堪布，您刚才说的纪录片的名字叫什么？请堪布推荐。太多的纪录片，有很多，你们自己去买或者到网上去搜一下，我也记不住这些纪录片的名字。我前几天刚刚也看了一个纪录片，但是这个名字我记不住了。大多数都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的这些非常好的纪录片。这是上海慧灯禅修班的问题。第一，他问轮回过患的观修让我们觉得六道中哪条道路都不能去不能留，除了成佛别无出路。可是成佛要经过漫长的修行，这样是不是让人觉得很绝望？是否极乐世界就是因此善巧方便而安立的？是否基督教因信而得救的教义更为善巧方便？基督教什么？因为信而得救。他说信而得救
心而得救，这个我们如果你信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那当然可以说是心而得救。但是如果你心错了，那也不是心而得救啊。心没有错，如果你的是真心啊，或者是知心，就可以说是心而得救。如果是迷信，那当然不是心而得救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六道轮回啊，是痛苦啊，是什么时候是痛苦呢？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人，我们的内心啊没有被训练的时候是痛苦，但是呢，我们的内心训练了，我们开悟了，我们证悟了，那人在这个轮回当中也不会痛苦啊。还有一个刚才提到这个成佛是一个很漫长，虽然是一个漫长啊，但是呢。这个也不一定。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个像密法、像大圆满这些高深的法，我们如果按这个如实的去修，先把四加行、五加行全部修，如果再去进一步的去修的话，那这个也不一定需要很长时间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是上海慧灯禅修小组的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时时保持觉知，这种觉知后面的觉性是否是佛性的一部分？觉心是佛，觉心就是觉悟佛心啊，佛心的这个智慧叫做觉心。觉悟啊，证悟了这个证悟什么呢？证悟佛心。比如说我们用眼睛看这本书就好比是这个佛心眼睛看到了，那这个部分就是觉心就是这个关系觉心是他的觉悟，然后佛心是他所觉悟的东西。他还有一个问题，请问根据引导文和您昨天的开示，在修了总的思维轮回痛苦后，分别思维六道痛苦时，是从人类痛苦开始修起吗？不一定就是因为我们大家我想多数都是这个初学者，所以我们先了解人类的痛苦，这样子的话就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方法，这是我的方法这本书里面呢一开始就讲地狱那如果我们从地狱开始，一开始就是从地狱开始也是可以的，都可以的。他下面一个问题还是关于修行的。请问坐上修时暂时忘了观想的内容，能否短时间看一下法本？观修时有些好的感悟，担心坐后可能会忘记，在本子上简单的记录一点好，还是继续思维比较好？这种情况是比较死板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昨天到今天讲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八大这个痛苦基本的痛苦，生老病死生就是稍微有点复杂因为我们都没有虽然是经历了，但是我们已经忘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他的病然后就是这个老，那这些都不会忘记的，这个书上怎么讲都没关系，可以看也可以不看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可以这样子。但是呢，如果喜欢这个按照这个书本上的内容去思考的话，那在修行思维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想不起来的话，那在中间看一看也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好大坐之前把这些内容记下来大坐的时候就不要看书继续思维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他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总的轮回过患的修量要达到多少座？这个我明天后天告诉你们。他还问到今年是火猴年，据说修金刚七具特别殊胜，但是修加行又是我们现在的重点，有时候感觉时间不够用，应该如何处理好修金刚七具和加行的关系？
我们修金刚萨这个修加行为主，然后呢，同时有时间的时候也念莲花生大师的咒，还有就是随时随地有时间的时候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修，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加行是必须要修的。好，谢谢上师。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您在为大家传授居士五戒的时候说，上班的人暂时可以不受偷盗戒，有的人就认为反正我没有守这条戒，于是就随便偷拿别人的东西。请问上师，请上师开示这种行为的过失，感恩上师。比如说他没有守戒，那他以为他没有守戒就可以偷盗，那当然不是啊。没有守戒的人偷的话，那这个就是事不善之意啊，它本身就是罪过啊，所以虽然没有守戒，但是也不能偷啊，偷了就是有罪过的。谢谢上师。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我们在打坐观修获得的感受是一种情绪的反馈吗？比如说情绪激动、流泪等等。如果没有情绪的反馈，是不是就是闻思修行不够？那么真正获得一种修行的感受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啊，这个就是一个传习的，就是一个传习，就是一个长时间累积下来的一个这个反馈，使用这个词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不应该是一个激动不应该是一个暂时的临时的心灵反馈，它是我们反复思考这样子传习累积下来的一个应该怎么讲呢？累积下来的一个心灵状态。那还是一个现场的问题。尊敬的上师您好，之前一直在修净土法门，念佛号，因缘和合，现在又在学习密宗。净土法门讲究一门深入，常识熏习，因缘和合，现在又接触到了密宗，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不是学杂了？没有，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呢，修这个两个都守，但是如果年纪比较大一点以后比如说70岁、65岁这样子以后呢，还是以净土为主如果年纪没有那么大的话呢，这两个都可以修这两个都有互补的作用不会有矛盾时间可以自己安排。谢谢上师。还是一个现场问题，如果没有观察上师就皈依了上师，但是之后老是有邪见怎么办？是这个我们曾经都讲过无数次了，这个必须要首先要观察但是呢，皈依可能是皈依的理解错了。皈依的时候我们不是皈依某一个上师我们皈依的是佛法僧没问题的。但是必须要观察，必须要在这个之前观察那没有来得及观察，后来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就觉得这个上师不好，这样子的话，那最好的方法就保持距离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了。好，谢谢上师。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顶礼上师，您刚才讲到人不要太在乎当下的感受，那应该如何正确理解佛家常说的活在当下的意思？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说要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比如说明天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办法，但是呢，我们只要今天的所有的这些可以珍惜的这些机会都珍惜了，那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改变了明天和未来就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当下做好，比如说农民他种庄稼的时候，春天的这个时间他要这个他要珍惜他要做好他做好了，那他就秋天他就有丰收这样子。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活在春天，比如说做一个种庄稼的人来说，应该叫做活在春天，
意思就是说把春天他该做的这些事情全部做好啊，这样子以后呢，他秋天就没有内疚，没有后悔，可以丰收啊，这个意思。好，谢谢上师。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无念的禅修和以心观心的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心观心呢，以心观心有很多种禅修，无念的禅修有些时候它也是这个以心观心的禅修的一部分，它也是一部分啊。以心观心的这个内容很多的啊，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还是一个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我的母亲已经70岁了，现在身患重病，久治无效。请问现在除了每天念阿弥陀佛之外，还能让她学点什么样的经论，帮助她增上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对，除了念佛以外，让她学一下怎样念佛啊，这个比较重要。还有就是往生的时候啊，往生的时候怎么样面对，如何面对死亡，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啊，这些学一学，其他的就不需要学太多了，用不上的。请问上师，如何保持在打坐中的正知正见？如何保持打坐中的正知正见呢？这个就要看一下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禅修的要诀啊，禅修的要诀，还有机制的修法等等，讲了很多关于这个禅修方面的课啊，就是用这些方法啊，但是这个我们一句话两句话没办法解释。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在观无常中骤然死亡的时候，对心的触动不深。我应该怎么样观想，怎么样调节自己的心理？是我刚才讲，有些时候就是触动不深啊，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没问题，只要坚持就不会经常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是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修藏传法必须要学五明佛学院的藏文种子字吗？如果不学会听不懂，对吗？必须要学什么五明佛学院的藏文呢？藏文种子字藏文种子字，这个藏文的种子字本来是梵文的，还有梵文的，有巴利文汉文的也可以有的，但是呢，这些种子字啊，以前就是没有固定的，好像是没有固定的汉文的字，所以我们暂时就用这个藏文的种子字啊。种子字其实是不多的，比如说我们念阿拉巴扎那迪，那这个最后一个字就是种子字，然后念六字真言啊，比如说巴扎萨多红，那红字才是种子字，这不多的，所以就这么一个两个字，所以我们先暂时可以用藏文。谢谢上师。还是网络的问题，请上师开示如何辨认菩提心的真伪。菩提心的真伪啊，就是比如说我要度众生，为了度众生我要成佛啊，发自内心的这样子想下决心，那就是真啊。然后造作的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么，就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想啊，只是说而已呢，这叫做伪。时间差不多了啊，最后一个。还是一个网络的问题，弟子观人生难得，犹如盲龟在大海遇到浮木。弟子又看了很多关于轮回的文章，有的人可以回忆起自己转世了10几次，国外一位教授写的轮回系列文章中，他有2万的病人都回忆起前世，而这些人多是外国人，也不是佛教徒，有的也回忆起他们杀过人，做过很多坏事。这让弟子很奇怪，为什么那些人的轮回中都不信佛，有的也做了不少坏事，怎么还能够不停地成为人呢？对，这个是我们学这个因果的时候就知道的。比如说我们造了某一个
善啊，某一种善，它不是一次让我们做人啊，它比如说500世、200世、300世连续做人啊，连续做人，这是过去的某一件、某一个善事，让我们连续做很多很多这个人或者天人啊。那现在这个比如说他在这个做人的过程当中，他也造了很多很多的业啊，那这些业呢，那暂时就不会现前的，他一直都在储存在阿赖耶识里面，他等把这个人做完了以后，再给他秋后算账，这样子的。好，我们现在回想。Sonum de yi tamja zuba ne doni ni be jana barji kirga na je walon de ba jebe zole do a do jo om a hom banzer pa ma se de hom om a hom banzer ba ma se de Om